今天这个视频我可能又要得罪人了哈，有3种人啊，你们不要来找我找对象了，你们也不要加我私信哈，真的非常的浪费时间。说了半天哈，结果呢，你什么单都不买啊。第一种哈，连真实信息你都不愿意提供的，你怕泄露信息，那你就不要在网上找啊。我提醒你啊，我也是要对得起那些认真给我提供过资料信息的粉丝啊，我不可能给人家介绍一个我连信息都不清楚的人吧，对吗？所以咱们是诚信换诚信的，你没有信任没有诚信，咱不往一块凑好吗？第二种哈，就是那种一毛都不想拔的。你如果觉得1对1私人定制价格有点高，我能理解，但是你说你参加个活动啊，总共才几十块钱，你说你要考虑考虑。我这里没有什么免费的活动的啊，一个没有为别人的劳动有付出意识的人，你不值得我给你去服务的。第3种人就是画大饼的，我做红娘都10几年了，真正收到过谢梅的红包屈指可数。哎，你说你给我介绍一下吧，要是真成了，我给你发个大红包。而现实呢，说这种话的人特别多，真正成了之后啊，兑现承诺的人寥寥无几。我又不是没被这种大饼砸过，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说这种话的哈，你真的也省省时间，省省力气，咱都攒攒精力啊，干好自己各自的活儿，别浪费别人的时间，好不好？今天呢，有个男生跟我说啊，他从29岁就开始相亲了，一直呢相到了现在35岁了。中间呢，他谈了2个，但是都没有成。他现在真的是啊，都不想追女生了，甚至呢，他都有点厌恶女生。要是不是家里边催啊，别说让他结婚了，就让他现在谈个恋爱，他都嫌好麻烦。我呢，看他真的是弄得挺痛苦的啊，我就跟他分享了几个我做红娘以来啊总结出来的一套相亲中的规则。不听的别后悔啊，你到外边啊，可能花钱你都听不到。第1条呢啊，相亲对象基本上是不用你去追的，那种能让你费劲巴拉去追的啊，看你表现的，那基本都是不怎么喜欢你，或者呢就是想吊着你，把你放他的鱼塘里先养着。你呢就别天天跟舔狗似的啊去讨好人家啊，不用，真的没必要。因为喜欢你的女生她自然会跟你互动的很好，她也会主动找你，你呢就别做那些舔狗的事儿了啊，最后呢只是感动了你自己罢了。当然了，你主动的去关心对方，积极的去表现，这个肯定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有度啊。但凡见面3次以上都不让你牵个手啊，碰都不让你碰一下，真的你就放弃吧。2个月了还不肯跟你确定关系的，你也别浪费时间了，知道吗？不合适。这第2呢，相亲啊，你千万不能啊总想着找个特别满意的。这个世界上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不要总是抱着那种幻想啊，能找个温柔的、漂亮的、善良的、贤惠的，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的，最好呢还家境好、学历好啊，而且呢还会挣钱，这样的女人最满意。我觉得啊，这种的怎么还会流落到相亲市场里来呢？早就被别人下手了。所以你要懂得啊，权衡一下的。如果一个姑娘她在长相、性格、家庭背景啊，包括她工作这4个维度当中，她占了2、3个点，那就已经是很优质的对象了。如果在你的眼中这个女人已经完美的不行了，那我估计啊，你根本就配不上了。所以啊，想找一个合适的，真的都比登天还难的啊，那就咱们就不要那么挑了，对不对？就不要那么幻想了。第3个呢，就是在约会多次以后啊，这个女人呐，1次都不给你花钱啊，1次都不愿意买单，那你就要谨慎选择了。你要是钱多烧的，那随便啊，对吧？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女人，你呀趁早远离。毒鸡汤说啊，你不给她花钱就是不爱她。我呢虽然不完全否认这个，但是男女其实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你看那个舍得给你花钱的女人，那也是真爱。只不过呢，这个事儿啊，不只是针对男人的。第4点，如果交往过程当中，对方总是在嫌弃你这儿，嫌弃你那儿，经常看你不顺眼啊，看你不爽，动不动还打压你一下，比如说，嫌你工资低啦，个子不高啦，或者说你房子太小啦，反正种种之类的。但是他嫌弃完了之后呢，还是愿意跟你保持关系。这种的啊，10有8九啊，你就是被人家吊着的啊。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别上杆子啊，跟没见过女人似的。
人家呢，那就是感觉特别优越啊，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但是呢，又暂时找不到条件更好的，先稳住你吧，对吧？这种的呀，你就自己看着办啊。这第5个啊，一定要了解一下他的原生家庭和他平时的生活圈子，特别是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有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遇到个妈宝的啊，或者伏地魔呀，哦，那你真的掉进无底洞了。还有啊，他身边的闺蜜是什么类型的？记得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胡乱的结婚真的是啊，你还不如保持单身呢。虽然不结婚很另类啊，也不太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但是最后说一点，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建议你们还是要找一个啊自己喜欢的，最起码呢相处舒服一点的人在一起吧。大龄的生男生女们真的也不用太焦虑了，结婚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你们说对不对？这个二婚女最愚蠢的想法就是，想嫁一个优秀的未婚小哥哥啊。这个想法到底有多可笑啊，多荒诞。我呢做红娘都10来年了啊，我就没有见过啊什么优秀的未婚小哥哥能接受一个离异的女人的。告诉你啊，这个概率啊直接就为0。如果你是一个梦幻派的二婚仙女啊，我觉得你赶紧啊不要往下看了，我怕你真的受不了啊，你会骂我。今天呢我就给你讲清楚真相啊，真的是很残酷的。终身大事，谁不想择优入选呢？谁不想门当户对呢？谁不想等价原则呢？这个就是答案嘛。只有条件差到未婚小姑娘根本就看不上的男生，他才会退而求其次啊，去考虑二婚的女人。这个呀叫委曲求全，不得不这么选了。我再问问你们啊，条件差的那些未婚男生，二婚女你要不要啊？你又不愿意要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化，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啊，二婚它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减半的一个情况。咱能不能啊不要自欺欺人？毒鸡汤啊真的是中毒太深啊。网上有些人啊天天振振有词啊，说离婚没啥，二婚的人啊就像被加持了一样啊，被镀金了啊，那简直就是大宝贝。离婚就是在提升你的价值，相信这些话的女人啊，这个就是你幼稚可笑的地方。你要有判断力。就算退1万步说，你要是真的有本事啊，嫁了一个优质的未婚小哥哥，要是有一天你们有矛盾了，他说你是二手货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什么感受啊？所以我拜托二婚的女生，你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的，你别被网络上的那些毒鸡汤给吹捧了啊，整天被他们迷的五迷三道的，掩耳盗铃啊，故意去弱化这个离婚的事实。你要明白一下啊，中国的男人他在骨子里的还是很传统的。二婚女人你再好，你也没有未婚小姑娘那么香的，懂不懂啊？婚姻真的是价值交换，这个是重点呀。有些二婚的带娃的还心心念念的惦记未婚大小伙真的，我想说一句不太礼貌的话，真的是你心比天高，但是你命比纸薄。这些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的男的人家你只要是一提到这个女的带个娃，真的那个头都摇得跟拨浪鼓一样的。这个就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你别拿那些个案来说事儿，那个都是小概率事件那跟中彩票差不多。所以你有这种幸运吗？这个概率有多大，对吧？你要是还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评论区聊一聊，问问这些未婚小伙子们，如果有2个女生条件完全一样，一个是未婚的，一个是离异的，你看他们怎么选所以呢，未婚女人你要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一点不要成天幻想。真的是如果你真的太迷茫了，可以来找我我们好好的给你做一个标准的准确的一个定位，好吧？我最近接待了一个87年的女人一上来就吐槽跟她相亲的男人。她说这几个月她相亲了10几20个人了，但是她发现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的。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正儿八经带她吃了一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个奶茶，要么就请她逛个公园，要么呢就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是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她就很感慨，那以前呢那些男的格局就特别大，跟她相亲不但带她吃大餐，而且还给她带小礼物，最后呢还会把她安安全全的送回家。然后这时候跟她一起来的闺蜜88年的也附和着说我呢反正是如果男人
跟我相亲，提出来喝什么奶茶呀、逛公园啊，我直接就拒绝了。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啊，你们真的是被男人给宠坏了。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是不是1分钱也不用承担啊？那你觉得对男人公不公平呢？再说了，以前的男人也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是也没有同意人家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是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太小了，太抠门了，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要是格局大的话，你为什么不请男人吃一顿啊？北京的相亲市场真的是太卷了，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哈，这儿满大街都是人，随便一堆里边啊就有好几个是单身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单着哈又找不到对象呢？他们到底有多卷哈？比如一个有钱的大哥，不管你多么有钱，你要是想找一个小自己10几20岁的年轻漂亮女孩谈恋爱，可能有很多人都愿意，可是呢，愿意真的跟你结婚的人啊就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啊，她也容易被年轻帅气的富二代看上呀。年轻又多金的男人，那肯定比年龄大的多金的大叔啊要有吸引力一些的。这个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只能死在沙滩上了嘛，这不就是被卷了吗？还有一些女生哈，长得很漂亮，她也很难结婚，特别是那种学历、家境、个人能力都不怎么好的，但是呢，这个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想法却挥之不去。他们往往就是很不甘心，长期被有钱男人短择，自己还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环境啊，有的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人家家境还好，学历也很好，工作能力还很强，精神还很独立，这样的女生分分钟就卷死你了。相亲市场就是个社会的缩影，你有钱，有比你更有钱的；你学历好，有比你学历更好的；你有颜值，有比你颜值更好的；你的家境好，也有比你家境更好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看上的呢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呢你看不上。现在连00后都来卷了，他们一到位，那些大姐姐们基本就要靠边站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来，大家到评论区发表一下看法呢。这回大龄剩女啊带着小表妹过来相亲，真是闹大笑话了。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的00后，人家不仅仅是来整顿职场的啊，连婚恋市场一起整顿了。那天35岁的大龄剩女跟一个36岁的男的相亲，小表妹很好奇，就跟他一起来了。她还一路叮嘱小表妹啊，你学着点哈，相亲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看看姐怎么给男的开条件。这个男的呢，原本以为这个大龄女生哈，这个岁数了嘛，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的一开出来的条件啊，他简直就想跑。女的一开口就说哈，我虽然35岁了，但是人家都说我看上去也就25岁左右，我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哈，要求男方收入是100万以上，婚后生完孩子呢得过户一套房产给我。他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比那些婚前要求房产加名的女的强多了。婚后男方的收入一定要透明，并且80%以上都得交给他来管理。说完这些之后啊，男的就说，那我其实呢倒不是经济状况有多大问题，只不过我要是为了娶你这样的岁数的女的回去啊，我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大费周章的，那我没有这个必要呀，我娶个比你小10岁的也没有问题。你都30多岁了，还不能懂得站在男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这个时候这女的马上就接过话来说哈，我35岁不算太老吧，不管怎么说啊，我还是未婚的，而且呢现在大家都晚婚，40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大把的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很正常呀，我还算年轻的呢。再说了，你不也已经36、7了吗？你自己不也是大龄生男吗？怎么就只允许你们男的年龄大了找个小姑娘，就不允许我们给你们提个条件呢？男的说，问题就是我们男的年龄大了，我们找个小姑娘我们找得到啊，但是你们年龄大了，要想一个男人花大价钱把你娶回去，那就有点难了。这女的就很不服，说，那你可真是痴人说梦了。来，我身边就坐了个00后，你问问他啊，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条件，你要是能办得到的话，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走。
结果令大龄剩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00后的小表妹看了她一眼说，姐，如果他能满足以上条件，我还真愿意。你看看，这个就是现状00后已经快马加鞭地融入到相亲市场了。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多的是00后的女孩。在北京的相亲市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都在搏一个小概率事件呢？比如说一个各方面都很普通的姑娘还看不上跟她一样的普通男生，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很多的男生才罢休。他们既不甘心回老家嫁人，又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留在大城市，既不相信双向奔赴同甘共苦的爱情，又够不着霸道总裁的后脚跟儿。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女孩，长相呢也在线的话，她的要求几乎就要上天了。第一，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呢是赚钱能力比较强的，能给她带来稳定物质享受的人，能够让她在北京过上富足的生活的。第二点呢，希望对方学历高，有富足的精神世界，所谓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呢万里挑一，这样的男生才是有趣的，才能带领自己成长。第三点呢，想找个个子高一点的，看上去阳光帅气的，毕竟要看一辈子嘛，还是得看着舒服点。第四点呢，要找个情商高的，脾气好的，能够给他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的，并且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把他宠成小公主的。第五点，这个男人最好呢是个大方的人，愿意为他付出，也就是说呢，能给他大把花钱不犹豫的。最好呢，他还会做饭、洗衣服、做家务，就更好了，能把他当女儿一样照顾的。其实就这样的择偶标准他们真的已经完美的过滤掉了那些好男人，恐怕只有渣男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当他们的年龄大了，成了大龄剩女之后，就开始痛恨那些曾经跟他们一起一路成长起来的优质男人，因为对方已经不考虑找他们这个岁数的女人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那些小鲜肉，而可是小鲜肉的群体呢，能接受姐弟恋的人还是不少，但是能够接受姐弟婚的就寥寥无几了。他想图小鲜肉的爱情，可是小鲜肉只想图他的钱和图他的色，看来小鲜肉们也救不了他们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他们是一再一再的去尝试，结果最后错过了最好的择偶期。认真的跟你们说姑娘们醒醒吧。最近呢，不止一个女孩问我为什么现在的男生追女生都不愿意为女生花钱呀？有的时候呢，甚至相亲吃个饭还要跟女生 AA 制，一点诚意都没有。那我们女生怎么考量你这个男生是不是真心的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呢？我们不也担心对方万一一分钱都不想花还想白嫖呢？那我们凭什么要跟他好？嘴上说的再好听，也没有来点实用的东西跟体现价值吧。男人的情话啦、关心啦、讨好啦，甚至是下跪啦，都是可以伪装的，只有花钱才是真的。所以呢，花钱才能代表一个男人他的真心。你们看这句话乍一听非常有道理，对吧？但是这个观点却害了很多很多女人。为什么呢？你就想一想男人他又不傻，你让他用钱去证明他对你的真心，那么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对他的真心呢？真心不应该是相互的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女人她不理解为什么男生只要花了一点钱就想碰碰你，那是因为男人觉得你能让他碰碰手，让他抱抱，那就是在回馈他的真心了，明白了吗？但是很多女人都不理解男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在男人的价值观里，不图他钱的女人才是真心爱他的。一旦他发现你这个人很物质，男人就会产生一种警觉，他会防备你。你想让他给你花钱，可能就门都没有了。说句大实话，男人他其实天生就认为给自己的女人花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他们的骨子里呢，就觉得自己是个供养者。但是现在并不是男人不愿意给女人付出了，而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那个吃相太难看了。我就听说过一个女人1年之内跟10几个男人同时谈恋爱，1年赚了100-200万。她这个人不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在出卖吗？我作为一个女人，就这种事儿我都看不下去。男人是可能会见色起意是会对你可能有好感，是想追求你，但是相亲认识的，他还不了解你你们之间还没有感情基础呢，也还没有任何的信任，对不对？那他肯定不会傻到上来就给你付出给你花钱的。那些把男人当傻子的女人我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
很多的蠢女人呐，一上来就要男人给自己买礼物啊，给自己转账，让男人证明自己的诚意。如果男人不给她，就说这个男人啊抠门小气想白嫖。特别是相亲的初期啊，我有很多的成功案例都证明了，女人只要你懂得不要索取啊，你懂得回馈，得到男人的信任和真心，根本不用你开口，男人自然他愿意给你花钱的。这个才是聪明的女人。如果你想要让一个男人放心给你花钱，必须你们之间有信任，哎，你们之间有真心，对不对？你的虚情假意或者是一味的索取，这副嘴脸呀，能得到真心吗？这是一个连骗子都知道的最简单的道理吧？你们说是不是啊？他愿意为你付出，给你花钱，只会随着感情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那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举动。当你越来越爱一个人，你就会想本能的为他去付出的，你就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到他，这个就是爱情嘛。女人不是也一样吗？明白了吗？所以呢，我奉劝现在的女孩子们，多几分真心对待，多几分时间和心思用来提升自己的内在魅力。还有啊，现在的男人那些上来就让你花钱追他的女人，你不能要啊，他连你的感情都已经懒得骗了，直接骗你的钱。你啊，还是把你的钱留给那些真心爱你的女人吧，懂了吗？最近有个事儿啊，我挺感触的。在相亲的时候呢，那些主动的女生啊，真的比较吃香啊。我一说这句话啊，可能有的女生又要骂我了啊。你先不要喷啊，听我把这个事儿说完啊。真的我见了很多啊。前几天有一对领证了啊，那来给我报喜嘛。其实我真的知道这个女生她真的会嫁得很快的啊，因为她情商真的很高。就是半年前我安排她跟这个男生见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啊，现在呢真的是僧多哈粥少，优秀的男生嘛毕竟不多嘛，所以那天啊我就安排了2个女生给这个男生见面。这个男生的条件呢是真心不错的啊，他在银行工作，是个硕士学历，北京呢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米的个儿，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了，所以2个女生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呢都有发展。结果男生呢对这2个女生的条件啊他都挺满意的啊，长相他也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呢他有一点分不出伯仲来啊，不知道哪个更好一些，所以他觉得呢要不然跟这2个女生啊都接触再说啊。那么经过了1个多月接触下来，这个男生啊决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呢他原本其实内心呢他是有点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呢他说那个女生明显就是个慢热的啊，发个信息真的是要半天才回复啊，每次约他出来都要约2、3次啊，都说自己没时间呀什么的。平时聊天话特别少啊，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那出来约会呢，从来这个女生不会买单的，她连1瓶矿泉水都不会买啊。送她回家呢，一直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啊，她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啊。这个男生也给她送过小礼物什么的啊，那这个女孩呢是欣然接受啊，从来不会回馈任何东西。那这个男生呢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她到底是很享受我追求她这个过程呢，还是根本就不喜欢我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真是不一样啊。那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享受着这个男生追求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啊，而这个主动积极的女生已经跟这个男生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呢会给这个男生啊去做一点烘焙啊，做点小饼干呐，做点小糕点呀。他们约会的时候呢，他会带上啊，2个人一起吃啊，真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看到就会回的啊。并且这个女生她会主动约这个男生出来啊，比如说去爬山啊，去骑行啊，回到家呢，她会主动跟这个男生分享她今天的心情。那这个男生请她吃个饭呢，她一定会请这个男生喝个茶呀，喝个咖啡呀，男生请她看个电影呢，她也会买个奶茶呀，买点零食啊。男生给她送的小礼物呢，她一定会回馈一个小心意的。而且这个男生每次送她回家，她都会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哦，非常开心的一天啊。那这个女生真的很可爱啊，直接就秒杀了那位慢热的。结果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过这个慢热的，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啊？他说没有啊，我挺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好像也没什么耐心。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你们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位呢？咱们评论区聊聊。为什么说但凡来相亲来找感觉的，基本上都会失败，你信不信？我见过很多见完一面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我对他没有感觉。
无论男女，只要你是来找感觉的，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肯定找不到。除非你自己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啊，气质谈吐又非常好的，情商还特别高的人，你能在短时间内呢吸引住对方，那对方呢也跟你是一样的人，那么你们才可能产生那个感觉。为什么？其实科学早就证明了这件事情啊，感觉它是人体荷尔蒙在起作用嘛，而这种东西呢，却往往来自于颜值和外在的一些吸引啊，甚至呢是某种环境下刺激了才会产生的。所以如果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长相的人那就别到相亲市场上来找感觉了。我之前有一个38岁的未婚女，学历很高，收入也很高，工作方面非常优秀。她跟男士见面就一定要找那种长相好的、阳光的人还特别优秀的，得 hold 得住她的。但是她最大的短板就是长相平平，个子矮，身材胖性格强势。说实在的，就这样的她跟那个她理想中的男人坐在一块儿她自己倒是能够产生出感觉来，但是对方呢，能对她产生出这个荷尔蒙吗？我觉得有点难。结果她相了几十个都没成嘛，活生生把自己拖到了40多岁。那些能看上她的呢，她说没感觉，她认为没有感觉就不可能往下发展关系的，根本就没有接触一下的欲望了。所以但凡是过了30岁的女生还要看眼缘的，还要找感觉的，还要想一见钟情的，还要寻找爱情的，还要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爱情的，你们不觉得自己有一点幼稚吗？你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找到爱情现在30多岁了，你还要来找爱情？很多女人她的思想就跟不上趟嘛。相亲市场真的非常现实的，你跑到这里来找感觉找爱情，真的有点可笑的。因为这里就是谈条件，讲的就是交换，是合适结婚的人选。可能你觉得没有爱情结什么婚我不反对你这么想，但是我所见过的相亲成功案例当中，90%都是通过相亲认识之后，综合评估对方的人品合适，性格合适，兴趣合适，逐渐呢在交往当中建立起来了感情，最后呢走进了婚姻。在这里一见钟情不是没有，但是呢都没有多长久，很快就黄了。所以咱们的重点应该是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人品好的人，是不是有个责任心的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会照顾人，会不会懂生活热情正能量不有没有耐力懂不懂经营感情等等这些，而不是来追求那个眼缘，追求那个感觉的。现在30好几的人了咱就别再追求那个什么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了，行不行过了35岁的女人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者那你可以直接划走了，不要看我这个视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家的，想找个男人结婚的女人，要听我劝一句不要在相亲的时候跟男生去炫耀这几样东西，否则你真的可能会一辈子嫁不出去的。第一点，去跟男生说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学历再高那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对于男人来讲，他宁愿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20多岁的小女孩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35岁的博士学历的女人。你说你在这儿炫耀你的学历有什么用呢？第二点就是你跟男人去说你的家境有多好。一个男人他的骨子里天生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欲的，你太强大了，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只有压力。他宁愿选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长得漂亮的姑娘，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长得丑的女人。一般来讲一个男人很少有愿意找个强大家庭的女生，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第三点就是跟男生说你的收入有多高。你的收入再高，那也只能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员工嘛，对吧？你的收入再高，也证明了你内在有多强势所以男人他宁愿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收入一般的，但是呢性格比较好的，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女生，也不愿意找一个御姐，天天得卑躬屈膝的，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女人来到相亲市场真的你站错了队的。你炫耀的这几点男生根本看不上，人家男生来相亲第一看年龄，第二呢看长相，第三是看女孩子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而几乎所有的女生来相亲市场，首先炫耀的就是自己的学历，然后又炫耀自己的收入，然后还会炫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多好。而你炫耀的这几点真的是男生不太在意的东西所以女生你来到相亲市场，你不停的炫耀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你要再这么炫耀下去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你们说我说对吗？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以不用再担心被催婚了，也可以坦然面对父母了。
因为如今你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啊。据统计哈，城市的适婚青年未婚率已经达到了56.9%啊，30岁以上的未婚人群呢，已经超过了20%之多。未来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哈，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晚婚或者不婚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哈，大家都不急，我急什么呢？说实话哈，这2年结婚人数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9年的时间下降了49.3%啊，几乎是腰斩了。这些现象啊，不止急坏了家长们，更急坏了专家。有的专家认为呢，结婚率暴跌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愉悦为中心，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快乐了，是最自我的一代人。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哈。其实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正有责任心的一代人。一般普通人呢，一生的目标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成家立业4个字。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立业不稳，根本无法为后代带来一个很优越的环境，支撑一个家庭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不成家以前的趋势的确是早结婚早生子，可如今呢，时代变了呀，大家更注重于个人的成长和自由选择结婚，从完成任务变成了一份沉重的责任。看看现在的钻石价格崩盘了吧，幼儿园区的生源减少了吧，教师也在过剩了，这些正是婚恋经济的缩影。以前热衷于结婚是因为结婚的成本低，现在结婚呢却要勤勤恳恳，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开销大，每一件事情都很容易磨灭掉一个人对于婚姻的热情，生活质量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年轻人不论是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都不存在对与错，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时代确实不同了，长辈们呢真的不用太过于纠结，大家说对不对呢？咱们评论区讨论讨论。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快40岁的小姐姐们来找对象，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保养的呢也很好很精致，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没有那个经验。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说真的也不知道你们都早干嘛去了，你都快40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再过几年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子宫都快没有用了，知道吗？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这一款的？现实是这样的，没结过婚的，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他看上了呢，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还有就是说那种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单身离异男呀，你想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就算有几个离婚的，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无缝衔接，你信不信还能有你的位置吗？还财富自由呢？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们来相亲的几率那实在是太低太低了。你们这些女人呢，真的是把自己给耽误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认清不了现实，非要跟年轻女人去争抢那一小撮优质男人。醒醒吧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现在相亲市场上有单身的男的，有离异的男的，也有条件特别特别好的男的，但是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离异又单身，财富自由的男的。因为他们这类人基本不会离婚，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做个三姐吧去破坏人家家庭，那你真是想多了。他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你于他们而言价值在哪里呢？爱情吗？那你就太天真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爱情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他才不会跟你一样去飞蛾扑火呢。他可不是傻子，就算他真的离了，也有大把的90后00后在等着，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所以就算他离了婚，后边也没你什么事儿，明白了吗？今天我这来了一个男生跟我吐槽他最近的相亲经历。他说如果不是父母催他结婚，他压根儿就不想结。可是呢，相了一圈下来呢，一个都不成。不管成不成吧，反正呢我也努力了，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吧。那我就问他，那你为啥就一个也不成呢？
他说啊，只要他跟对方说了他的要求啊，就没有一个同意的。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啥要求啊？把姑娘们都聊跑了。他接下来说的话啊，真的是有点颠覆认知。他说，首先呢，我希望对方啊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全款房，这样的话呢，以后不用跟父母住一块嘛，少一些矛盾，对吧？还有呢，我也不想一起还房贷，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毛病吧？我说这个听上去啊是没毛病，但是你说的这个是要求女方的房子呀，难不成你是打算婚后住在女方的房子里？然后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啊，是啊，有什么不行吗？因为我们家就1套房子呀，最好呢婚后啊他们家的房子还能加上我的名字我需要安全感呀，万一有一天离婚了他把我踹了，至少我还有钱在，对吗？其次呢，结婚的话我也需要他能出嫁妆啊，我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的，他们呢也就我一个儿子，我们要是一结婚，我不就成了他们家的儿子了吗？我不能让我的父母白养我呀。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婚后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财务能 AA。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了啊，那你这不就把自己嫁给对方了一样吗？他说，没有啊姐，我只是想公平一点，现在的女生不都这样要求男生的吗？我只是换了一个角色说出了跟他们一样的要求而已，但是他们就全部都不行了啊。现在的女孩子啊，这个婚恋观也太扭曲了，明明就是2个人结婚吧，凭什么买房子的是我，买车的是我，最后办婚礼的还是我，给彩礼的还是我呀？凭什么我就得给他们做提款机呀？每一步都在说钱。其实如果他们不提房子，不提车，不提彩礼办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房子首付我也愿意掏，然后我也愿意自己还房贷，婚后的房子可以写他的名字，婚后我挣的钱可以一半交给他作为家庭开销，他自己挣的钱爱咋用咋用，我也会把他当个宝贝儿疼。可是现在啊，找一个这样的女生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要是让我娶一个成天都在算计钱的女人，那婚姻不就成了买卖了吗？我觉得呀，这围城不可轻易进的。我不想啊，等杀出来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人财两空了。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大家觉得他说的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往往啊，就是那些追求完美的人更容易孤独终老。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男的女的都有啊。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啊，未必有那么准确，可是呢，对别人的要求啊，却高到了极致。几乎没有他们认为可以交付终身的人，即便是他们遇到了感觉完美的人，最后在接触中也能挑出对方很多的问题来。往往这样的人呢，他们还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一味的要求别人做到他满意。我认识一个大姐啊，今年啊都50多岁了，离婚20多年了，近些年呢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有个儿子已经结婚了，在国外工作，每年最多回来1趟。虽说那些年带着儿子比较辛苦，但是呢生活还算充实。可是最近这几年吧，他退休了，特别是儿子在国外结婚之后，刚开始呢退休生活的那2年啊，过得还算是很惬意的，也不打算啊再找什么老伴儿了。他想着自己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老了还找个男的去伺候啊，犯不着。但是前不久啊，他在家里摔了一跤啊，撞到了头部，他忍着痛啊，自己打电话给医院求助。救护车来的时候啊，他已经晕在床上了，儿子呀到第3天才赶到。他躺在医院的那几天，脑海里一直在重复那天自己一个人无助的情景，心里啊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突然呢，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想找个老伴儿的想法了。他今年啊才55岁啊，大姐呢保持的还很好，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没啥皱纹啊，还挺有弹性的，身体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他说未来30-40年啊，一个人过确实不太现实，于是呢就开始张罗着呢给自己找个老伴儿啊这样的事情了。那我就问他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大哥呢？可是呢听他下面的描述啊，我就明白这位大姐为什么她会离婚，又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再婚了。她说是没有合适的啊，所以呢一直拖到了现在，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呀，她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她的要求太高了。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你们觉得他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伴侣？他要求男的在58岁以内，48岁以上，他呢是1.66米，要求男的呢是1.78米或者到1.80米，矮一点儿都绝对不可以，太高了也不好。而且呢要求男的不能有啤酒肚啊，身材要修长，不能掉牙，不能秃顶，也不能有白头发，没有体臭，最好呢是单身。如果是离婚的有孩子的话，必须是判给女方的，最好男方呢是一个人过，而且呢是现在已经没有父母的那种。
房产方面的话，要求比女方的多，面积呢也得比女方的大，工作要稳定，收入要比他的高，他自己大概退休金是6000左右。他要求男士呢必须呢是3万以上的收入，而且必须没有不良嗜好，比如打麻将啊、跳舞啊、喝酒啊，最好呢一样都不沾，不能接受吸烟的。如果一定要吸烟，那你抽雪茄可以。生活上啊要一起分担家务，不能把自己当保姆使，要给自己零花钱，会照顾人，细心体贴，性格温和的。学历要跟自己相当，怕以后聊不到一起。听了他的这些条件啊，我有些迷惑了。也就是说呢，他要求一个男的没有短板，十全十美，或者呢说每一个条件都得高于他。可是人家每一个条件如果都高于你了的话，还找你干什么呀？结婚就是长短相互互补的，大家都不是完美的人，哪怕你是20几岁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他说不行啊，我2婚一定要找个比头婚更好的，否则我离婚干什么呢？我说人家这个条件可以找45岁以下的了，不会找你的。他说不行啊，我各方面都很优秀啊，男的岁数比我大的，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还嫌他们老呢。说真的啊，我听过年轻姑娘来许愿，也听过中年小姐姐们来许愿，这还头一回啊，听到一个55岁大姐一辈子都过了一大半了还来许愿的。我真的不知道她咋想的，我劝不动她啊，大家觉得她能找得到吗？